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援行动之一，也是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泰国洞穴救援是一个太有名的事件了，很多朋友都清楚事件的全过程。那为什么今天还要重新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新的科学证据出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英国洞穴探险队合作，对事件发生地睡美人山洞进行了全面的数字 3D 勘测。他们拍摄了7000多张全景照片，采集了87亿个数据点，最终制作出历史上最精准的洞穴3维全息影像。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诠释2018年的救援行动。这是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毁灭与生存，保全与牺牲，结在一线之间。有关这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2018年6月23日晚10点，泰国清莱府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电话的那头是一群情绪失控的家长，有12名男孩和他们年轻的足球教练失踪了。但是家长们很确定，这13名年轻人就消失在一座山洞里，因为13个人的自行车全在山洞口放着呢。山洞又不是连接不同维度的异空间，13个人怎么可能消失在山洞里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位于泰国清莱府有一支少年足球队，名叫野猪队。在中午完成训练后，队员们相约一起去当地著名的山洞睡美人洞探险。这12名少年，最小的11岁，最大的16岁，再加上25岁的助理教练，一共13人，在下午3点钟左右进入了睡美人洞。睡美人洞是泰国已知的第4长的洞穴，全长10多公里，洞内有许多崎岖狭窄的通道，非常难走。可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里是探险的天堂。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天气骤变，乌云翻滚，暴雨顷刻而至。山洞里不断积水，很快就形成了地下河，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被大水堵住了。我们一般人都没有探洞的经验，听到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得有多大的雨才能一下子把洞给填满呢？孩子们在发现水位上涨的时候，就没有时间逃出来吗？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3维全息影像的帮助下，人们才第一次解开了这个谜题。原来最关键的地方是一个3岔路口，英文称为 Samyak Junction。 3岔口是睡美人洞海拔最低点之一，也是洞内2条最大通道的交汇口。大量雨水向这里汇集，使用计算机推算，大概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雨水就会将这里完全淹没。3岔口距离洞口 1.5 公里，当孩子们深入山洞 1.5 公里之后，他们就没有回头路了。我们很难想象孩子们发现回去的路被大水淹没后的惊恐心情。雨水还在不断上涨，他们只能向山洞的内部后退，寻找洞内的高点。到了这个时候，孩子们再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否活下来完全要依靠洞外的力量。时间来到2018年6月25日晚间，孩子们被困洞中2个晚上之后，泰国清莱府府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他的名字叫纳荣萨，赶到了现场指挥救援。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精英潜水员。海豹突击队员的出现让焦急如焚的家长们松了口气，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个个称得上海底蛟龙，把孩子们救出来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现实情况给所有的人当头一击。第一批进洞的潜水员在1个多小时后就返回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为什么会返回呢？主要是因为洞底水流强劲，潜水员每前进1米都极为困难，水中还有大量的泥沙，水下的能见度几乎为0，潜水员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只能用手摸着前进。在第一次搜救过程中，很多潜水员都因为洞内的湍流而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第一批潜水员甚至连3岔口都没有达到，也就是说，他们都没能到达洞中 1.5 公里的地方。海豹突击队是有丰富水下作业经验的专业人员，
他们都无法进洞救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孩子们无法逃出升天了呢？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焚。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一名英国人出现了。这个人叫昂斯沃斯，他是一位探险家，正在泰国旅行。他曾经探查过睡美人洞的情况，还绘制过简单的洞内地形图。昂斯沃斯告诉纳荣萨，如果想救孩子们的命，要立刻请英国洞穴救援志愿者网络的专家来帮忙。这就是英国洞穴救援网的网站，他们是一个志愿者组织，目标就是救援在野外遇险的人。1997年成立，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以前是几年出一份报告，2016年之后，寻找他们救援的遇难者越来越多，就改为1年出一份救援报告。昂斯沃斯为什么建议府长找这个组织呢？因为他最早意识到泰国海豹突击队员完成不了救援。虽然这些队员是人类的精英，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在宽阔的大海里，队员没有一丁点洞穴潜水的经验。而洞穴潜水与大海潜水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洞穴潜水需要的技能是在能见度极低的水下导航，应对危险水流，以及在极端条件下进行长距离潜水。这种特定技能在全球都很稀缺，只有英国洞穴救援组织的人有这种经验。府长纳荣萨从善如流，他立刻请昂斯沃斯向洞穴救援组织求助。时间来到2018年6月26日，大雨根本没有停止的趋势。一个非常恐怖的问题出现了：雨水会将洞内完全填满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了给洞内孩子们创造生存空间，府长纳荣萨从各地抽调来大量的抽水泵，一刻不停地向洞外抽水。但是人们发现，水位仍然在缓慢地上涨。这是否说明睡美人洞还存在着其他的洞口呢？不然水位不能上涨得这么快。那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洞口把孩子们救出来呢？纳荣萨立刻组织了数百名搜山队员，在山上寻找洞口。睡美人洞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英美2国专家使用无人机绘制了大山的全景图，计算出山体准确的海拔高度，再与睡美人洞的全息3维影像进行对比。借助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才第一次搞清楚山体与洞穴的位置关系。洞内平均海拔高度与山顶平均海拔高度相差2.4公里。睡美人洞深藏在大山腹地，虽然在山体表面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天坑，但是最多也就能进入几十米。这个数据表明，睡美人洞距离地面太远了，很难从山顶打洞进入到内部。12名孩子和他们的助理教练被大山隔绝在无法企及之处，而此时洞内的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我们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词，叫做救援黄金72小时。人们在灾害发生的最初72小时内，依靠体力、水分和氧气还能保持生命的体征，但是超过72小时之后，存活的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从孩子们被困山洞到现在，已经超过72小时了，他们还有生存的希望吗？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泰国清莱府，人们通过媒体与社交网络了解到紧张的救援局势。泰国洞穴救援事件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新闻焦点。时间来到2018年6月27日，千盼万盼，英国洞穴救援组织的2位潜水专家在这一天赶到了救援现场。他们是47岁的约翰·沃兰森和56岁的理查德·斯坦顿。2位潜水员刚到现场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里都产生了一点失望的感觉。原本大家以为等到的是美剧里海岸救援队那样的身材像超人一样的救援队员，没想到来的是2位松松垮垮的中年大叔。人们心里充满了疑问，他们能比海豹突击队更强吗？行不行？一下水就知道了。沃兰森和斯坦顿第一次下水就用去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在采访中，斯坦顿讲到了原因，因为在洞内他们需要逆流潜水，潜水员无法在逆流中有很长的时间。在水流很大的时候，他们只能把手插在地下的泥沙里，在水里一点一点向前爬。但是他们的确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洞穴潜水员。第一次进洞，2个人就一举突破了3岔口，到达了海豹突击队员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他们还向洞内更深的地方设置了导向绳。什么是导向绳？
这是一种耐水性和耐磨性都非常好的绳子。前面介绍了，睡美人洞中的水都是污水，可视性几乎为零，潜水员都看不见自己的手，在复杂黑暗的水下环境中导航，就需要用导向绳。这是洞内救人最重要的设施之一。导向绳向洞内设置的越深，潜水员通过单位距离的时间就越短，同时耗费的氧气也越少。标准潜水气瓶容积为12升，在280压力下可装2400升空气，平均可以支持1个半小时的潜水时间。在睡美人洞最初的搜救任务中，潜水员会携带双氧气瓶，也就是最多可以支持3小时的潜水。到了后期，他们会携带4氧气瓶，那是后话了。沃兰森和斯坦顿不愧为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他们高超的潜水技术一举征服了现场所有的人，家长们再次燃起了希望。但是就在大家以为救援工作能顺利展开的时候，老天爷却翻脸不认人了。时间来到2018年6月28日，这一天天气变得更糟了，危险再度逼近。当天降雨时间接近8个小时，降水量明显增加，所有抽水泵都在满负荷工作，可是水位仍在一点点升高。如果孩子们还活着，他们又将再次面临被淹死的危险。怎么办？另一位关键人物赶到了现场，他叫纳提斯里，是一位水利专家，负责泰国地下水的储存工程。纳提斯里在了解情况后，果断地做出了决定，马上封洞排水。何为封洞排水？就是将山上所有的天坑、大的岩石缝隙都用沙袋等器具包裹住，阻止水流进入山体，并且疏导容易积水的地区，将雨水导流到山下。他指挥泰国陆军小队270名士兵，世界各地150名救援志愿者和30名当地村民，总共400人，开辟了第2条防水战线。但是纳提斯里计算，大水将会淹没山下的几百亩良田和部分农场。他将情况汇报给救援总指挥府长纳荣萨。纳荣萨紧急召集了村民，向大家讲述了这个计划。对于世代务农的村民来说，农田被淹没意味着今年的收成会有巨大的损失。但是为了救13名少年的生命，村民们一致同意了这个计划。山洪倾下，淹没了村庄与农场。好消息是，整个行动是成功的，水位再次下降了。这一天，救援指挥部也迎来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众多救援者，有美国空军伞降搜救队、澳大利亚特警救援队。特别需要重点提到的是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北京绿洲是一个民间救援组织，参与过国内外许多重大的救援工程，是一支非常有经验的救援队。这些救援队也带来了各自的绝活，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北京绿洲通过独特的技术手段测量了山体数据、溶洞信息，并且提前研判了洞内疑似点位等工作，得到了救援指挥部的一致好评。多国专家协同工作，也使这次救援行动真正成为了一次世界性的救援行动。时间来到2018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这3天里，英国洞穴救援组织又陆续赶来了2位潜水专家，4位英国潜水员不断深入洞穴，把导向绳一点一点地向洞内延伸。但是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人们的心情越发沉重。援救的黄金时间早就过去了，孩子们的生存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种煎熬实在是太痛苦了，不停地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折磨。在没有食物、寒冷刺骨的洞内，人到底能存活多久呢？没有人知道答案。救援指挥部也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情绪，人们普遍认为，就算能够潜到洞穴深处，找到的也是孩子们的尸体。时间来到2018年7月2日，沃兰森和斯坦顿按计划继续向洞内深处探索，但是氧气是有限的，潜入一次最多3个小时。如何才能深入洞穴呢？天气因素还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前几天雨水量变少，再加上不断地向洞外抽水，洞内的水位大幅下降。在进入洞穴2公里多的地方，出现了一大片无水的干燥地带，救援人员称为3号房间。
人们可以将3号房当成一个前进基地，在这里放置氧气瓶和一些救援设备。从3号房启程，洞内的地形变得更复杂，忽上忽下，时宽时窄。潜水员携带着将近50公斤的装备，既要顶住强劲的水流，又要设法绕开钟乳石等障碍物，时而潜水，时而游泳，时而趟水，时而还要在岩石上攀爬，前进的难度极大。沃兰森和斯坦顿又向内潜行了1公里，到达了一个称为帕提亚海滩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今天预计探索的地点。此时，氧气瓶内的氧气已经用掉了1/3。按照潜水规定，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返回了，回去再用掉1/3的氧气，还剩1/3做备份，以防在返程中遇到突发的危险。但是沃兰森和斯坦顿决定继续深入探索，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当然也违反了潜水员的规定。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真的是心急如焚，时间就是生命，1分1秒都不能浪费。沃兰森和斯坦顿又向前游了200多米，在一个被称为9号房间的开阔地点浮出了水面，仍然没有发现孩子们的踪影，而他们又用掉了不少氧气，是时候返程了。但是当沃兰森摘下防水面罩的一刹那，他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是一股粪便的味道。沃兰森顿时精神大振，这意味着很可能有人在附近。他与斯坦顿又继续前行了一小段，到达距离洞口4公里左右的深处。此时他头上的顶灯在山壁上照出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身影，那正是所有救援队员们日思夜想的孩子们。以下这段录影是沃兰森拍下的真实影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时刻之一。How many of you? 13. Brilliant. Many people are coming. Many people. We are the first. Many people come. What day? Monday. You have been here 10 days. 10 days. You are very strong. 在没有任何外援的帮助下，孩子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助理教练查塔汪让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保持体力与温度。他们通过冥想喝石壁缝隙里流出来的干净的水，居然存活了10天之久，这的确是意想不到的奇迹。13名年轻人还活着的消息传出洞外，现场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Well, what an amazing day. For family members, pure elation after a heartbreaking waiting game. 对于孩子们的家长来说，压抑多日的恐惧终于得到了释放，有一种极度的惊喜和快乐。对于现场救援人员来说，10天来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结果令人欣慰。国际新闻频道实时跟踪报道，泰洞救援事件甚至在一些国家新闻中占据了头条。12名少年和教练还活着的消息立刻传遍了世界。Dramatic scenes in Thailand. Against all odds, rescuers in Thailand have found 12 missing boys. 在当天晚间的时候，海豹突击队员和队医也成功潜入到孩子们被困的地方，为他们带去了食物和保暖设备。队医为受伤的孩子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就在大家心里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海豹突击队员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们用便携式气体监测设备测量了洞内的氧气含量，发现氧气浓度从正常水平的21%下降到了16.2%。通常低于18%的氧气浓度，人就会感到头晕、虚弱，甚至窒息。这个数值说明洞内氧气水平已经很低了，孩子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时间来到2018年7月3日，这一天的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将氧气输送到洞内。救援指挥部布置了2套方案，第一是让潜水员将氧气瓶带入洞内，在孩子们周围释放氧气，但是由于路程耗时太长，潜水员携带4瓶氧气，只有1瓶能送入9号房内。第二个办法是在洞外架设空气压缩设备，通过长管道输送新鲜的氧气，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还是怎样尽快地把孩子们救出来。方法提出了2种，第一是苦撑待变，让孩子们在洞里住上4个月，
等雨季过去，洪水完全退了，孩子们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但是这种方法时间太长，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变数。第二种办法是在山顶上打洞，直接打到孩子们附近，把他们从洞里调出来。但是这个方案工程难度非常大，耗时极长，并且打洞有可能会导致洞穴塌方，所以以上2个方案都被否定掉了。那能不能给孩子们带上氧气瓶，让他们从洞穴里游出来呢？乍一听啊，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建议。实际上，这个想法比前2个更危险。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在6月29日的时候，因为洞内水位再次上涨，距离洞口最近的3号房将被水完全淹没。此时在3号房里有一位泰国的救援人员，他是一位工程师，负责修理3号房的抽水泵。水涨得太快，他没有来得及出去，沃兰森和斯坦顿就给他装上了潜水设备，一起游出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昏暗封闭的水下，这位工程师犯了幽闭恐惧症，他心慌气短，呼吸困难，感到极度恐惧，所以他不断地试图上浮，每一次头都撞到了石壁上。沃兰森想帮助他安静下来，差点被他把面罩扯了下来。幸好这位工程师在完全失控前到达了洞口，不然3个人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同样的道理，12名少年和他们的助理教练都没有潜水的经验，他们怎么可能进行将近4公里的洞穴潜泳呢？虽然发现了孩子们，但是如何把他们救出来，却没有人知道。经过1整夜的思考，沃兰森和斯坦顿向救援指挥部提出了一个近乎于疯狂的方案。沃兰森和斯坦顿是这样计划的：在潜水前给每个孩子注射镇静剂，确保他们在救援过程中不会醒来，然后给孩子们装带好潜水设备，还要捆住他们的双手与双脚。这样做的目的是，假设孩子们在潜水中途醒来，也不能拼命挣扎。整个救援过程都要求孩子们处在沉睡状态，潜水员们就像运货一样把他们运出洞外。这个方案被称为麻醉运输计划。但是这个方案风险极大，在水下进行全身麻醉，意味着一旦有任何呼吸问题或设备故障，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时间来到2018年7月4日至7月6日，在这3天里，救援指挥部一直在激烈的讨论。麻醉运输计划并不被人们看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潜水的时间太长。有多久呢？举个例子，7月2号那天，沃兰森和斯坦顿从9号房返回到洞口，用时是6小时11分钟。像他们这么有经验的潜水员，要用6小时11分钟才能回来。如果再带上全身麻醉的孩子们，又要用多长时间呢？在这个过程中，谁能保证不出现一丁点闪失呢？但是在7月4日到7月6日这3天，情况突然产生了变化。降雨量比前几天显著减少，洞内的水位开始变低。通过美国国家地理制作的3维全景图，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种变化。水位降低后，洞内被分成了5大地下河，而在此之外，洞底的地面已经露出来了。救援人员就可以在形成地面的位置设立中转站，把氧气瓶等救援物资放在这里，并且安排美、澳、中3国潜水员在这里当替补队员，以防万一。因为出现了陆地，从9号房到洞口的时间就从原来的6小时缩短了1小半，大概用时3至4个小时。正是这个新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救援过程。到7月6日这一天，另一位重要的救援人员到达了现场，他就是澳大利亚麻醉师理查德·哈里斯。在洞穴里实施麻醉极具挑战性，需要持续监测药物的剂量，还要避免过度麻醉和副作用。哈里斯是一位从业多年的优秀的麻醉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洞穴潜水员，有数十年的洞穴潜水经验。如果要实行麻醉运输方案，哈里斯是麻醉师的最佳人选。他的到来也就意味着麻醉方案可以最终实行了。在这一天的晚间，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了。原海军海豹突击队的退役军人，作为志愿者参与救援的萨曼·昆南在洞内英勇牺牲。昆南在运送物资的时候，由于缺氧，在返回途中失去意识，最终溺水而亡。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开后，洞外有无数人给昆南点燃了蜡烛，供奉鲜花和熏香，并且请来僧侣为死者诵经，超度亡灵。昆南的牺牲再次表明救援行动极度危险，也向全世界宣告了救援者舍己为人的精神。时间来到2018年7月7日，天气情况再次突变。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在接下来的1周里，降雨会大幅增加，这给原本就吃力的排水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再加上洞内氧气不足，孩子们身体极度虚弱，种种不利的消息扑面而来。救援指挥部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要不要实施麻醉运输计划？这个计划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说得清。最终的决定人就是救援总指挥清莱府府长纳荣萨，但是他有没有决心拍板呢？非常困难。根据专家推测，麻醉运输计划可能只能救出一半的人，也就是说，可能会有6至7名孩子会在水中溺亡。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谁会容忍自己的孩子死亡呢？所以救援指挥部迟迟下不了决心。但是雨越来越大，洞里积水再次增多。如果在未来1周又遇到新的突发情况，孩子们产生了不幸，这会不会是最后的时间窗口了呢？纳荣萨一夜未眠，在反复权衡下，他终于做出了决定。时间来到2018年7月8日，在孩子们被困地下16天后，纳荣萨在现场宣布开始实施麻醉运输计划。等在现场的数百家媒体立刻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次救援行动，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可以再次借助3维动画和先进的3D 洞穴全景图，了解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首先，救援人员会在孩子的胸部安装一个氧气瓶，背上穿上一件浮力背心儿，这个重量要精心设置，确保孩子可以悬浮在水中，既不能浮出水面，也不能沉在水底下。孩子身上与救援人员有安全绳连接，双方万一失散，可以迅速找回。最关键的是孩子脸上的氧气面具，一旦面具被突出的岩石打落，甚至是出现了一个小气口，水都会涌入面具，孩子会窒息而亡。所以救援人员只能将孩子护在自己身体下方，而且要全程关注孩子面具的情况，以防万一。救援任务于中午1点正式开始，从9号房到洞口大约历时3至4个小时，每隔半小时出发一批，所以一天只能运送4名孩子出来。哈里斯负责给孩子打麻药，4名英国洞穴救援组织的潜水员负责运送孩子。在孩子睡着后，救援人员会将孩子的手和脚捆绑起来，在反复检查面具没有漏水后，救援人员出发了。孩子是睡着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此时，这些孩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救援人员的手里，他们一点错都不能犯，因为他们手中运送的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货物。在运送第2名孩子帕拉克·苏塔姆的时候，紧急情况出现了。在运送过程中，苏塔姆的身体开始轻微的颤抖，呼吸频率加快，这是孩子要苏醒的迹象。而此时，他们正处在2号水坑里。按照预先计划，运送员杰森·马林森要停下来，重新给苏塔姆注入麻醉剂。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水位较低的地方，水大概在他胸部位置。他用一只手将孩子顶在石壁上，另一只手从背包中取出麻醉针，但是他太紧张了，针从他手里掉了下去。透过头灯上的光，马林森能够看到苏塔姆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这是他大脑在恢复意识的表现。当时的水流并不太大，马林森认为针管并没有被水流带走，而是沉在了洞穴底部。他急忙潜入水下去找针管，第一次下潜什么都没摸到。马林森更紧张了，他再次下潜，幸运的是这一回他终于找到了针管。他赶紧给苏塔姆又打了一针麻醉。观察孩子入睡后，马林森再次启程向洞穴口游去。如果当时丢失了麻醉针，结果会如何呢？一个年轻的生命会不会死于洞中呢？没有人能预知后果。我们已经分析了睡美人洞穴的具体情况，在5个水坑之间还有4处能够行走的坑道，
在这些坑道中，如何转运孩子们呢？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和美国、泰国救援人员组成了一个3方强锁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坑道中制作滑索运输工具。非常可惜啊，在网上只找到了2张照片，这一张就是在运输孩子过程中拍下的珍贵照片，负责运输的就是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的志愿者。这一张是中美泰3国强锁作业人员的合影，他们在洞穴中通力合作，为救援行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晚上7点50分左右，第一批4名少年全部出动。他们被立刻送往医院，在道路的2侧挤满了关心这一事件的普通民众。麻醉效应过去后，4名少年恢复了意识，他们的状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虽然体力较为虚弱，但总体上身体状态良好。家长们也欣喜地拥抱在一起。首批4名孩子得救，说明麻醉运输计划是有效的。这个大胆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第1天的成功并不代表永远会成功，所有人都祈祷接下来的营救还能延续第1天的辉煌。时间来到2018年7月9日，救援工作继续进行。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从9号房到洞口只有4公里长，就算全程游泳，普通人大概只需要80至120分钟，为什么整个行程要用4到5个小时呢？从3D 全息影像上，我们可以找到更具体的答案。比如在最后一个水坑中，有一处全程最小的洞穴口，最窄的地方仅有50.8厘米，因为太窄了，潜水员很难通过。潜水员最多可以携带4只氧气瓶，4只氧气瓶在这个位置就进不去，潜水员只能身体先过去，再回过身把另外3只氧气瓶一个一个的运过来。像这样很窄的洞口，在整个山洞里还有多处，这就是为什么短短4公里路程要走这么长的时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窄洞的下方，其实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洞口的直径为182厘米。其实只要再下沉几十厘米就能发现这个洞，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这一天，科技大亨伊隆·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他的救援计划。他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小型的救援舱，可以把孩子们放在舱内带出来，正在进行测试。他认为最快可以在3天后送到泰国，但是时间不等人，马斯克的计划无法实施了。7月9日，人们再次迎来了好消息，又有4名少年被成功救出，无一人伤亡。4 more boys emerging from that cramped and flooded cave. All are now in hospital in nearby Chiang Rai. 现在洞内只剩下4名少年和他们的助理教练。时间来到7月10号，最后一天救援，险情竟然再次发生。问题出在了导向绳上，导向绳并不总是浮在水中，因为绳子的拉力，它会倾向于绷紧在洞穴的顶壁上。因为到处都有石壁的夹缝卡住了导向绳，所以有一些路段导向绳的拉力会非常大，稍不留神绳子就会脱手，弹到洞穴的顶部。英国潜水员克里斯·朱厄尔在运送第11位男孩出洞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导向绳从他手中弹出去了。朱厄尔赶紧停下来摸索，接下来的4分钟他一直在寻找导向绳，但是他无论怎样寻找都摸不到这根救命绳索。如果没有导向绳，朱尔就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可能会有致命的后果。最终他抓到了一根电缆，这是最初救援人员在洞内铺设的电缆。朱尔认为电缆也许能够将他和昏迷的孩子带到洞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电缆走向了另一条路，他们居然绕着这个水坑回到了起点，就是之前他们出发的那个洞穴。一开始朱尔感到很迷惑，但是很快他认出了这个洞穴的位置，于是他选择等待。等到另一位潜水员杰森·马林森带领最后1名男孩出来后，他才跟着他们一同离开。又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漫长旅程，他们终于到达了洞口。13名少年全部安全从洞内救出的那一刻，整个指挥部都沸腾了。They are safe, they are out, they have done it. They have been rescued from that flooded cave.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breathing easier tonight.
当潜水员们走出山洞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鼓起了非常有节奏的掌声。志愿者们排成一条长队，纷纷与潜水员击掌，家长们更是兴奋不已，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是一次超级成功的救援计划，原本认为13人中只能救出6到7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13人全部生还。就在人员全部救出后，水泵突然爆裂，9台水泵机中有7台停止了工作，而此时还有4名志愿者滞留在3号房，水位上涨得很快。在4名志愿者终于游到洞口的时候，山洞内部再次涨满了水，可见救援指挥部的决定是正确的，这的确是救人的最后时间窗口。泰洞救援历时18天，有来自100多个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超过100名外国潜水员，总共1万多名志愿者参与了行动。这是一次典型的全球性合作，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凹显了人类在面对危机时的团结与勇气。泰洞救援不仅在泰国引起轰动，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对救援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孩子们的命运揪心。这种全球关注再次证明，人道主义的确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核心之一。就像老话说的，人命关天，无论谁处在生命危急的时刻，其他人都应该伸出救援之手。泰洞救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救人势在必行，救人不讲代价。这个道理必须要昭告天下，因为这是人类最普世的、最基本的道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